真正会改写新加坡交通格局的，不只是再多一条非超级城市的航线，而是樟宜机场开始把下一轮增长压在中国和印度更多二线城市上。很多人把这当成机场扩建新闻，但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生活或者准备来这里，这其实更像一场会影响日常出行的国家级连接布局。因为新加坡没有腹地，连接力本身就是生存力，而机场和地铁、巴士、出租车、跨岛通勤，最后都会连到同一张城市交通网络里。现在樟宜大约连接全球170座城市，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扩大到200座以上。到时候 T5 启用，机场总容量会提升到 1.4亿人次。问题来了，新增这些连接，为什么不只是继续加码北京、上海、孟买、德里，而是往更深的区域网络走？这背后不只是航线选择，而是新加坡怎么守住自己枢纽地位，以及它会怎样改变普通人通勤、就业和生活便利度的关键。你觉得樟宜未来最该抢的是头部大城市，还是更多还没被完全打通的二线城市？如果把樟宜机场只看成旅客出入境的地方，这个题目就会被看小。对新加坡来说，机场不是附属设施，而是国家运作的一部分。新加坡地方小，没有大腹地，也没有庞大内需可以兜底，很多产业能不能继续留在这里，靠的是把人、货、资金、会议、决策和商务往来稳定接进来，再高效率地送出去。所以航空连接一旦变弱，影响的不只是旅游业，还会碰到区域总部、会展、专业服务、供应链协调，甚至部分高薪岗位的稳定性。现在樟宜连接全球约170座城市，目标到2030年代中期扩大到200座以上。T5 投入使用后，总容量会提升到 1.4亿人次，这说明它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在为下一轮全球流动重组提前站位。更现实的是，机场扩张最后一定会传导到本地交通，客流变大，周边道路、地铁接驳、机场员工通勤、东部住宅区出行压力都会一起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樟宜不能只靠服务口碑守住位置，它必须继续证明为什么企业、航空公司和旅客还愿意把新加坡当成最值得停留和转接的一站。接下来要看的重点就是它为什么开始把重心从传统大城市慢慢转向更深的二线市场。你在新加坡生活，最直接感受到的交通变化会是什么？是机票、转机、工作机会，还是日常通勤？先说清楚，所谓放弃省会思维，不是说樟宜机场不重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不是不重视德里、孟买这些成熟航点。真正的意思是，当这些大城市连接已经相对成熟，再多加一班航班带来的战略增量未必最大，反而是那些国际直飞还不充分，但人口、产业、教育和消费正在上升的二线城市，更可能决定未来10年的客流入口。大城市当然有需求，但也最拥挤，竞争对手多，旅客替代选择也多，很多客流根本不需要经过新加坡。二线城市则不一样，他们往往还没有足够密集的国际直飞，旅客对高效率中转枢纽的依赖更高。谁先把这些城市接进自己的网络，谁就更有机会把未来几年持续增长的客流留在自己体系里。以中国为例，樟宜目前已连接37个中国航点，继续往更深的城市网络走，重点不在名字响不响，而在这些地方有没有正在形成的新需求，比如商务往来、留学、探亲、东南亚旅游和供应链协作。印度更值得注意，新加坡航空体系今年明显把印度看成核心增长市场，重点不只是孟买和德里，而是像勒克瑙、斋普尔这样代表下一阶段增长的城市。人口基数大，中产扩张快，国际连接却还没完全铺开。对樟宜来说，这不是加几个冷门点，而是在抢未来10年的流量入口。如果你是航空公司，你会优先飞已经很挤的大城市，还是先占一个未来会长大的二线城市？第二个必须看清的点是，机场想飞哪里，不代表就能飞哪里。很多人看到某个城市人口很多，
经济也不弱，就会问为什么还没有直飞新加坡？答案通常不是机场没想到，而是这件事同时受市场、航权、距离、机队和地缘环境影响。先说航权，国际航线不是机场单方面决定就行，它牵涉双边航空安排、航班频次、指定航空公司和时刻协调。尤其在热门市场，新增一个班次，背后往往是谈判结果。再说地理和成本，像中国一些更深入内陆的城市，理论上需求可能存在，但飞行时间、油耗、回程客流、机型安排和时刻衔接都会影响航空公司的判断。空域和地缘因素也不能忽略。近几年全球航空业面对的现实就是部分区域绕飞增加，航线设计更复杂，成本和时间都可能被拉长。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当前阶段特别关键。很多城市正在形成国际出行需求，与新加坡距离也相对适合高频连接。接到樟宜后，往东南亚、澳洲以及部分远程市场的转机效率更好。也就是说，印度带来的不只是点对点旅客，而是能把整张区域网络带得更顺的中转价值。如果拿迪拜来对比，差异也很清楚。迪拜的强项是超远程连接，而新加坡更核心的竞争力还是亚洲内部和亚太之间的高密度网络。它不是靠飞得最远赢，而是靠接得更稳，分发得更细赢。所以为什么有些中国深内陆城市推进得慢，而印度多个新点反而更值得优先布局？不是偏好问题，而是约束条件。网络价值和时机都不同，你更看重机场航点多，还是转机稳定、时间好、票价合理，以及落地后公共交通接驳够不够顺？第三个判断其实很现实，樟宜的扩张不是在一张空白纸上进行，而是在容量接近上限的情况下应急效率。现阶段樟宜每年客运量大约7000万人次， T5 预计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这段过渡期里，新加坡必须一边守住枢纽竞争力，一边把现有资源用到更满。这就是为什么所谓扩张不只是多几个航点，而是更精细的运营安排，比如机型怎么配、时段怎么排，哪些航点优先保留给网络价值更高的客流。对普通人来说，结果也很直接，出差更顺，接送机更省时间，机场相关岗位也会继续增加。所以在 T5 真正落地前，樟宜比拼的不是谁喊得更大声，而是谁能先把每一个时段都用到极致。你更希望未来樟宜优先增加航点，还是先把转机效率、安检流程、地铁接驳和高峰拥堵控制得更好？如果把今天的内容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樟宜机场现在修的不只是跑道和航站楼，而是新加坡未来10年到20年的连接力，也是新加坡公共交通体系和城市生活质量的一部分。它从大城市继续延伸到2线城市，不是因为传统市场不重要，而是因为未来的增量、未来的中转价值、未来的商务流很可能就藏在这些还没被完全打通的区域里。它压住中国和印度，也不是简单追热点，而是在有限国土、有限容量、激烈竞争之下，为新加坡争取更稳的生存空间。对普通在新加坡生活的人来说，这件事并不远。一个更强的航空枢纽，背后连着的是企业会不会继续把区域业务放在这里，工作机会会不会继续集中，城市会不会继续维持国际吸引力。再具体一点，它还关系到你未来去机场是不是更方便，家人出行是不是更省时间，机场周边和东部交通配套会不会继续升级。所以新加坡交通的下一阶段重点不是更大，而是更深、更稳、更有韧性。你怎么看？你觉得樟宜机场未来最该优先打通的是中国2线城市、印度新兴城市，还是东南亚更深层市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政策解读和热点解析，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